吉隆坡警方最近突击了一家专为男同志服务的娱乐中心。新闻说，警方带走了201名男子，其中包括医生、教师、执法人员，甚至有当地的副检察司。也就是说，有不少公务员也被从现场带走了。中国社会这2年也是传出了各种同志桑拿被关、同性恋几百的被警方带走的新闻。那这样的消息的话，能够看得出来一个社会对性少数人群的态度。同时的话呢，也可以作为大家旅行时的一个参考。有一些地方对咱们同志不友善，还是尽量要避开为好。接下来强哥为您讲一讲这件事情的几个值得关注的细节。11月28号晚上的8点，吉隆坡警方联合当地的市政厅和宗教局，对邱杰路一栋房屋展开了突击。所以这栋建筑的话呢，从外面看只是普通的一个健身房，但是呢，据警方说，2楼和3楼呢就隐藏着给男同性恋娱乐活动的空间，里面有健身房、有桑拿、按摩池、蒸汽房、暗房等等。那么马来西亚的媒体用词非常的猎奇，就像写一个都市的传说一样，说有黑房间、薄黑的床垫、发泄欲望等等等等。那么在警方突袭的时候呢，有一些顾客当时是一丝不挂，正在桑拿房里面或者按摩池里面，看到警察冲进来之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警方当天晚上就带走了201个人，其中有24名是外籍人士，包括中国人、韩国人、印尼人、德国等国的游客，还有17名是公务员，有医生、教师、副检察司、外交官与执法人员。我刚刚算了一下公务员就占了8.45%。当然，这个地方肯定不仅仅是个健身房了，许多男同志因为没有安全的空间嘛，而发展出了一个让社群能够经常这个聚集的一个场所而已。在这次被捕的201个人里面，有几个故事特别被当地的媒体放大。强哥在过去20多年里面一直关注媒体对性少数社群的一个传播，我发现这些媒体的报道与15年前的很多中国媒体非常的类似。在当地媒体大篇幅的渲染的报道当中，有一位40多岁长期与妻子异地的工程师，他说自己只是在吉隆坡短暂的停留，这个地方刚刚才知道的。但他被警方发现的时候呢，正在房间里面与一位19岁的年轻的男子在互动。19岁的男子呢，在告诉媒体说，他2周前才第一次来，只是想试试看看。可能是因为担心过重的刑事责任，那这2位同性恋呢，都是极力的说自己是刚刚知道这个地方，或者说自己与妻子异地，给人一种好像是因为夫妻异地长期缺少性生活，不得已来寻找替代的一种感觉。那么15年前，中国的同性恋大部分也是这样，当时的环境很不友善，同性恋的自我认同呢也不太好。媒体采访的时候一般会说自己是被别的同性恋带坏的另外，这个马来西亚的媒体报道当中，有一位50多岁的医生，他已婚，有4个孩子，他说自己常来这儿，但是呢，主要是为了下班以后避开交通堵塞是吧？就是泡桑拿放松一下。那也就是说，我是常来，但是呢，我只是来泡个澡。但他呢，自己也承认，这里确实有人会进行违反自然的行为。你听一下就明白了没有？有人有这种行为，但不是我马来西亚是一个对同性恋极不友好的国家，即便是成年人之间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，也会被定为犯罪。所谓的违反自然秩序的性行为，如肛交、口交，在马来西亚是可以被判刑的，而且最高甚至可以达20年的监禁，并且呢，伴随着有鞭刑。那么在当地媒体的报道当中单独为一个男大学生开了一个小标题，说一位19岁的巫医大学生说，我是被逼的，后来越来越上瘾。他说中学的时候呢，被同学逼迫与同性发生了关系，后来就上瘾了，无法自拔了，所以于是呢就变成了同性恋这些词都是在当地媒体报道里面的。强哥看到这里就只能摇摇头了。媒体把一个人的性倾向描写的像是染上了恶习，完全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。那么现代研究已经无数次的强调性取向不是学来的，不是被带坏的，更不是看多了就会上瘾。那么当地媒体的这种报道，它其实强化了对同性恋人群的偏见和歧视，而且很多同性恋因为意识到要面临刑事处罚，所以呢也选择了这样的表述，就是我是同性恋，但这是并不怪我，我是被别人逼迫成为同性恋的，或者是我被人逼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同性恋在当地媒体的报道当中呢，被
建构成了有问题的人，而不是正常的个体。你留意到没有？在所有不接纳同性恋的地方，媒体都喜欢把同性恋说成是后天的、学来的，像上瘾了一样，或者跟吸毒一样。因为只有把你说成是后天的，当地恐同的法律和恐同的行为呢，才会显得理直气壮。他们拒绝承认性倾向是先天的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这样的话呢，才能为自己的偏见和狭隘找一个理由。俄罗斯也喜欢把同性恋说成是受西方影响的，也是后天造成的啊。恐同总喜欢寻找怪罪的对象。那么有些同性恋呢，一旦有了类化的恐同症，也会说自己是别人带成的同性恋，这样呢，就刚好迎合了这种国家的恐同叙事。这次报道最受批评的是马来西亚中文媒体《中国报》的标题，说是断臂山论剑啊。强哥看到这个标题真的是觉得很无语。了解的知道这是一则执法的新闻，不了解的还以为这是一个武侠小说、比武大会或者华山论剑呢啊。这个标题的背后啊，对同性恋人群带着戏谑和嘲讽，非常的不尊重。当地媒体甚至还公开播出了警方突击时的一些画面，包括2名男子因为受到惊吓而躲在暗房的角落，后来还被警方叫回去，要他们模拟重演案发的经过。这简直就是粗暴的羞辱当事人。Macam tu tadi sama juga okey. Lepas tu sampai polis datang tadi. Jangan datang terus awak tutup. Tapi awak nak pakai dalam kan? 为什么马来西亚警方会突袭男童会所呢？这就要谈到当地的法律了。马来西亚的刑法第377A、377B 是来自英国殖民时代，如今呢，英国早就已经废除了，但是马来西亚却仍然保留了这根辫子。在相关的法条里面，口交、肛交都被视为是违背自然的性行为，可以判2年到20年之间的监禁，并且呢还要附带着鞭刑。按照这样的法律的话，我估计啊，我身边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被判刑了，因为现在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，口交都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亲密方式了吧？而且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，穆斯林还会受到伊斯兰教法的双重规范。所以这一次被捕的80名穆斯林男子还会被宗教局另案调查。你看，在这种法律保守、宗教压力强烈的国家，性少数群体只能够活在地下，根本不敢出柜。而同志社群呢，因为越隐蔽呢，又越容易被贴上犯罪呀、道德堕落的这样的标签，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结构性问题。而在马来西亚一桥之隔的新加坡，在2022年就正式的废除了男性之间自愿性行为的罪名，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此道德崩坏，而也没有变得混乱堕落。但是马来西亚却仍然维持着同样的殖民法条。当一个社会无法容纳多样性，不仅会影响国际形象，也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，还会影响到旅游业。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马来西亚都任重道远。当然，在这里啊，强哥顺便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去马来西亚旅游的话，千万要避开这样的场所，以免自己陷入到这种法律的风险当中。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收看。